夜场其实就是中年男人的舞蹈场，真的啊！只要你能够从里面杀出来，让那些夜场的女孩不图你的 money 啊，她都甚至是主动愿意去跟你建立一些长期优质关系，那你就会发现自己就跟农场味到了一样。以后你接触的每一个女生，你都能够轻松的吸引她啊！以后你谈的每一笔生意呢，你都能够用最低的成本拿到最大的收益啊！多说无益啊，怎么落地？老规矩，我们直接分享一个真实的 case 吧，好吧？这个 case 是这样的啊，就是一个40岁左右的兄弟，全程不靠物质，只用心谋、阳谋加权谋之术，就让这个夜场女生呢主动辞职，跟这个兄弟建立了一段长期优质的关系。这一次呢，这个兄弟啊，我们就叫他老李，好吧？在一个科技公司，已经算是以前那一派非常厉害的这种技术了，技术派已经做到技术主管了。上个月在果盘局上面呢，老李他就认识了一个在那边工作的一个小女生，这个女生只有25岁，当时穿了一件就是有点像衬衫裙一样的吧啊，搭配了一件浅色的一个这个咖色的披肩，梳着一头马尾辫，总之打扮的是非常清纯的啊，好像就是刚入行没多久的那种感觉。老李当时非常喜欢这个姑娘，后面喝的有点多了之后呢，就讲起了自己年轻时候在职场打拼的那些破事儿了就吐露一下自己的那些艰辛。那这个女生她当时立刻就收起了笑容，眼眶都已经开始微红了，紧紧地拽住了老李的手。老李在那个瞬间几乎就快要相信自己要找到那个灵魂伴侣了。当时老李啊，他直接就上头了啊，就叫服务员拿 POS 机刷卡了。我说实话，当天晚上老李也真的是一掷千金，直接刷了好像有10几个 W 吧。啊，这个女生业绩当天晚上就直接冲起来了。并且呢，在之后老李又去找这个女生玩了好几次。当然老李就发现个什么问题呢，就这个女生她虽然在玩的时候表现的各种温柔就是非常的体贴，但是一到就是平常日常的时间跟老李去聊天呢，就总感觉这个女生是非常有边界感，很客套的样子。老李心里面其实蛮清楚的，就是这个女生对他的好其实可能是建立在一些什么就是某些东西基础之上啊。当然老李是不甘心的，他过去40年体验的可以说全是这种物质的感情。因为老李平时很忙，工作里面呢又接触不到女孩，所以就只能体会到这种物质交换来的感情了。他就开始想要去试试那种纯粹的爱，就来找到我，有没有可能性？因为像老李这种诉求的这种兄弟其实还蛮多的，在我这儿有很多中年兄弟呢，说实话就是厌倦了那种就是那种关系，怎么说呢，就是好像表面挺美好的，但是总是到中间或中后段或者是到最后的时候差点东西是不是？其实我这里处理过非常多类似的案子，也给过很多不同兄弟系统化的一些方案，所以我很清楚的是，像这种特殊工作性质的女生你如果只是给她花 money， 你永远只能够持有客人的身份，也就是说她对你的感情只会持续到电梯间那天晚上结束了以后，或者是出了这道门你们俩终究是路人。那么想要让这种夜场的女生能够脱离物质关系去跟你建立优质的关系甚至是跟你建立起一种干干净净的关系，而不是说纯纯用物质去吸引我们要干嘛？其实底层逻辑蛮简单的，就是其实以前我也讲过这种类似的，它不只是针对特殊职业的这种女孩子各种女孩子都是一样的，就是让她主动来倒追你是不是我们就要学会激起一个女生的这个人性当中的这种占有欲那人性板块呢，其实我刚刚在最开始已经给你们讲过了，就把它分为3步哪3步用心谋勾起欲望，再用阳谋勾起占有，最后呢再用权谋升华关系。我带老李只做了半个月左右的一个提升当时就已经介入到这个就聊天里了当时就让老李给这个女生发条消息说，火速打扮准备出门陪我喝最后一顿酒。女生当时直接秒回咋回事我们就回她说怎么说，我也是老大不小的人了，天天玩也不是个事儿最近我打算去相亲了，之后呢我应该就不会再怎么出来玩了，毕竟要省略好。那这个女生当时过了好几分钟直接回复说，意思是已经有目标了，恭喜你哥。我们就会说有个屁我压根儿就不想过那种凑合的日子，还是像现在这样跟你打打闹闹挺有意思的。 OK， 其实这个呢是我们的第一步，
心谋交心。所谓的这个心谋呢，其实本质上就是信息流的一个吸引。就好比现在我们短短几句话就能够告诉女生说，第一，老李现在是有情感窗口期的，而且是处于一个空窗期，对不对？那第二呢，就是老李对你是有一定好感基础的。那第三，老李的窗口期非常的短，机会只有这么1到2次。那在这种稀缺效应的作用下，再加上老李自身的这个高价值，现在老李对于所有夜场的女生来说，是不是就像是天上掉下来的金饽饽一样，很难拒绝？那女生呢，当时就直接回复了，说：“哎呀，那我就不多说了，我跟领班请了假咱今晚吃啥呀？”我们就说你定吧，别太远，我大概7点忙完。那等到当天晚上到了约定的时间的时候，我是提前帮老李做好了这个所有的形象设计就是包括提前做了一些心理的一些铺垫跟准备反正就是保持一个平常心就跟这个女生去吃顿饭就 OK 了。不过呢，除了这个女生之外，我让老李又喊了2个搭子，跟这个女生呢是一个店里的同事，一共是3个人。当天这个氛围可以说很明显就是比以前多了一些火药味儿。而且我们的这个女嘉宾呢，很明显是有点不太高兴的不过咱们呢也能理解，对不对？毕竟人人都知道3个和尚没水吃，更何况是大家一起又在夜场工作的这种同事呢，他们几乎都是有一种要去维护大哥的这种肌肉记忆。那这个时候其实竞争心理被勾起来了之后呢，初步的占有欲自然就有了。而这个呢，其实也是我们用的第2步，就是用阳谋引起占有。阳谋呢，谋的是光明正大，即便你知道我想干嘛，但是你也拿我没有办法。他利用的是什么？是你无法抗拒的人性。就比如说女生，她现在她能够扭头就走吗？另外2个塑料姐妹巴不得就赶紧走人，对不对就希望她赶紧走人剩下2人可以分蛋糕嘛，总比3个人分多。所以那她能够去跟老李就是当面去发火，或者说表现出这种不满吗？不会。她上一秒说这种任何有脾气的话，她下一秒老李都直接就不用开口了。另外2个塑料姐妹直接就能够嘴里面吐出来800个刀子这个就是阳谋之举，也是人性之举，是无解的。那果然饭局结束之后呢，另外2个女生就暗示了老李，要不要去喝点老李当时是既没有答应也没有拒绝，反而是看着他目标这个女主角说什么你咋说那这个女生呢，当时直接就挽起了老李胳膊就说你不是说不想喝酒吗我还专门穿的平底鞋呢我打算跟你去散散步，你看呢你们瞅一瞅这个女生之间的这个战争可比你们男人想象的还要可怕那后来呢，这个女生她就跟老李真的去散步去了在小公园旁边，大概2人走了1个多小时吧之后呢，老李按照我的一个建议，直接就说晚上呢其实还要回公司有个会议，所以晚上就不用跟他这个太晚了然后就很早的各自回家了那回到家之后呢，我们就直接进入到了第3个步骤就是用权谋升华关系。我当时让老李直接发了一条消息，里面是这么说的：今天表现不错比他俩懂事多的，果然我还是最喜欢跟你玩了。女生当时是秒回的，那你还把他俩叫来存心气我呢？我们就直接回复说，那不一起吃顿饭，我咋知道谁对我是真心的呢？女生当时直接回复说，你也太幼稚了吧，他们刚才一直在巴结你，还不是因为你有利可图你错了，这不叫幼稚，我这人很简单，论迹不论心，不追究动机，只看结果。再说了，你难不成就啥都不图吗？我可不行。咱们这个呢，其实就是在告诉他，我知道你对我是有所图的，但是我不在乎，我只需要看到你给我的反馈，你反馈的温度决定了我对你上心的程度女生当时就直接回复了说，哥，咱能别把话说透吗？说实话，我挺喜欢跟你待在一起的，你人又大方又细心，也很照顾我，现在这种感觉真挺好的。那我们怎么回复呀？知道我为什么照顾你吗？因为你太傻了，换做你们店里的任何一个姑娘来，现在都会跟我说她啥也不图我的，只想跟我在一起，只有你最实诚，有啥想法呀直接写在脸上，只可惜在你们这一行呢，越善良的姑娘下场越惨。女生当时直接回复了，谢谢你跟我说这些，其实我也觉得你跟其他的客户不太一样，上次我喝了那么多洋酒醉成那样，换做其他人来，要么就是嫌弃，要么就是直接上手了。
我看得出来你当时眼睛里只有心疼，但我很害怕，我害怕你是装的，害怕以后你也会用同样的眼神去看待别人。 OK， 这个呀其实也是大多数特殊职业女生都会去有的一个担心。那像这种情况我们要怎么去处理呢？我们怎么回的？看一下，我也想日日夜夜用同样的眼神去看同一个人，我希望那个人跟我不只是纸醉金迷的刺激，他更能够陪在我的身边跟我一起去慢慢的牵手往前走。所以我需要你的决心，让我有信心，你知道我有这个实力帮你另谋出路的。其实这些是我们今天的一个绝杀，用权谋升华关系。权谋谋的就是利益分配，你先给对方一部分的利益，然后呢再让对方自发的给你反馈更大的利益。就像现在对不对？我们直接明牌告诉这个女生，我很欣赏你，我想要给你机会资源平台什么我都可以给你。那这个时候这个女生她就会对你产生一些依赖和信任，她就会愿意和你走上同一条路去相互的扶持，然后再反哺给你一段优质的关系。女生当时就过了很久之后才会说，我想想吧，跟你早点休息。女生的犹豫其实是在我的意料之中的，所以当时在这之后呢，我又带着老李去做一些心态的稳固大概过了有4-5天吧，这个女生才真正的说了一句什么，今天晚上你来找我吧，我跟你喝完这一顿老娘不干了。紧接着这个女生还来了下一句，不准喊其他人OK， 其实这个 case 呢，我中间省掉了很多关键部分，但是我觉得让你们去体会一下中间这3个谋术就够了。那其实这个 case 之所以能这么顺利，我说实话跟老李个人条件真的蛮不错，是有关系的。因为老李他不只是这个经济条件好，他个人的这个气质，就是他说话谈吐这些是很 OK 的。就是这个板块我其实给他做提升还蛮少的，说实话很多兄弟到我这儿真的是谈吐这个板块的提升都要做很久的而且我们从一开始就是从人性的角度去切入的，我们吸引到的是这个女生的灵魂诉求，而不是什么经济诉求。那么自然而然的老李也就能够得到这个女生最完整最纯粹的爱。所以说1000到10000，还是那句话，保持提升，多学人性，多用人性。我是焦哥